讲3800亿是中共的走狗呢？无聊嘛，什么谁走狗谁不走狗，对不对？大家好好来讨论怎么样对台湾最好，对中华民国最好，这才是一个立法委员应尽的态度。我是好心的，我也不是立委，我干嘛多事啊？国民党真的有种，1毛都不给你通过也可以啊，我就是不通过。那一方面又说美国发假书来我就通过，那既然美国发假书来就通过，那你这是美国的什么？那这不是美国的走狗吗？不是西爱的走狗吗？为什么美国发假书来通过？你真有本事，就是说美国发假书来，我也不通过，这才叫做有本事啊！所以你都讲些什么？言行不能矛盾啊，前后也不能矛盾。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右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颜若芳，小吴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李光南、黄创夏，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东豪，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议员周小平，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财经专家许清煌。吴哥好，大家好。好，那是所有人都要崛起媒体的目光吗？看起来国民党这一场军购大戏还没有落幕，是方兴未艾嘛？那因为包括在今天，你看到媒体上面，郑丽文当然也对于纪年将军所讲那段话呢，他也做出了一些缓颊，但他讲语重心长哦，他说也许冲了一点，但是语重心长。这段话是什么样一些意思？那包括国民党文传会主委尹乃菁在赵少康的节目里面，两个人直接讲的过程当中，甚或讲说有一些老将是不是觉得如果超过3800亿，那就是所谓的 CIA 的走狗。这样的一些词出来后，会不会引起更大的一波大家互相的开撕呢？好，那你觉得是19-6吗？那天的党团大会，那国民党党团核心干部说没有，有16壮士，媒体的描述叫16壮士，是19-16，是怎么样一个19-16？那天为什么没有决议？接下来呢？5月中川习会之前，那对所有的军案，国民党会有一些定案吗？创下。现在这整个看起来开撕到已经是不可收拾了吗？其实现在是最近这一个礼拜的新闻害我突然有回到年轻的感觉。为什么？因为20几年前，对不对？当我跟我另外一个同学，也是另外一个节目的主持人，那个附中同学，我们在党政高层那时候都很熟，我们喜欢讲话，每次出新闻的时候就喜欢讲一句话大场面来了我最喜欢看到血流成河了，因为我们对记者来讲，刚刚你看到一个团体内部的互撕那个叫大场面然后那种血流成河那都会让我们血脉喷张，所以我现在60岁，突然觉得回到40岁，这样就血脉有点喷张起来了。但是当然对那个组织来讲，他们内部一定是心痛仇快而且没完没了。你看。连这个都来咯，走狗，然后走狗有说，如果要是超过3800亿，就是 CIA 走狗。赵少康就直接说，3800亿的就是中共走狗。现在是怎样？一边就是老美走狗，一边就是中共走狗。其实这样对动保人士来讲一定不舒服我们要对于很多的动物都要有给他尊敬，对不对？可是现在留下到这个局面里面，看起来是一个军购案的纷扰，但事实上也是国民党大内斗、大乱斗。然后互相在这个时候要开始重新盘整的一个开始，然后在这里面呢，当然了，这个军购案已经拖这么久了，然后拖了这么久，我们知道美国很努力，然后民意也有很多的压力，所以国民党内部里面已经有很多的8000亿派和3800亿派，但是后面呢，整个局面突然紧绷起来，这个紧绷呢是什么状况呢？就是当季连林开始痛骂要开除韩国瑜的时候。这个整个都引爆了。这引爆的结果呢，坦白讲，现在韩国瑜反而他的52字的箴言那里面呢，得到的是至少蓝军还有韩粉，很多人包含中间选民都觉得韩国瑜对。请问一下，他那个现在有多少个赞呢？韩国瑜他的发文15万2千。韩国瑜从他被罢免，包含是到了当上了那立法院长，好久没有这个数字了。所以就通通的涌进来了，对，所以真正的国民党内的超新星才重新的出来，而且这颗超新星呢，在现在的时候光芒很大，所以连民进党都不会再亏韩国瑜了，不会再九空了，民进党不会再去查他的情了，因为韩国瑜在这个时候，然后你看到呢，接下来呢，此时此刻，国民党的其他太阳都发现韩国瑜的引力比较大，要靠过去，卢秀燕靠过去了，辛苦了。侯友宜好久没出来，也不岁月静好了，对不对？也说我选举的时候就说 GDP 要3%，对不对？那朱立伦那边现在没有公开表态，我相信朱立伦一定也觉得说，国瑜兄啊，你终于体会我的辛苦了。然后
郑丽文呢压力更大。然后郑丽文压力更大之后，你看韩国瑜那句话，我就觉得昨天跟义夫在讲的时候，义夫也是非常了解韩国瑜的嘛。他讲的是你是打电话来开除的吧？这个东西韩国瑜那不叫韩式幽默，那个叫韩国瑜的愤怒，很不爽，很不爽。韩国瑜才会这样讲，而且讲的时候还要讲出来。这个韩国瑜很不爽嘛。那但是郑丽文呢，现在僵在那边了。他本来以为我好不容易，对不对？我要得诺贝尔和平奖，然后跟习近平握了手，然后回来之后。带着至少他没犯大错，带着跟习近平握手之后，他也觉得他是柯太阳啊，他也觉得他是国民党里面的新太阳啊。他现在觉得不只是太阳了吧？他除了你讲说跟习近平握完手以后，还要跟川普见面，对，还要跟川普，要跟川普，希望能够跟川普见面，跟川普见面，他也希望川普能够在川习会的时候能够表达那反对台独，就连川普该讲什么话，他都已经告诉他了。对啊，是啊，所以郑丽文也整个人飘起来了吧？飘起来之后，突然之间。是党中央那边说就是3800亿，其他不能动。那个可是你那个过程中，那气势的在国民党内多强大，强大到了很多那些先前讲话的人都没有讲话了，通通丢起来了。谁知道古立言呢？在我们很喜欢那个真诚理性的那家报纸嘛，旺的那家报纸接受专访，称赞韩国瑜，而那个东西就出来了。然后季连林呢，18秒的开除。这个开除论一出来之后，整个这个压力锅掀起来了。那韩国瑜呢？你不要碰到人家了。韩国瑜本身在国民党里面就是有最扎实基本盘的人，你去打韩国瑜。那第二个，韩国瑜讲的这些话，他有真正的什么到了卖党求荣吗？那这样的话就引爆了国民党整个炸起来。而炸起来之后呢，对郑丽文来讲，我就会讲说，他去跟习近平见面，带回来在国民党内的所有的红利、信用卡全部刷爆。他现在是负债，而负债里面要补一个天文学小知识，太阳如果是红色星系那是走向崩溃因为它内部的引力不够了，所以会继续膨胀，所以在这个星谱上、光谱上会是走红的。所以当你郑丽文，你以为你也是个太阳，你跟韩国瑜要呛虾，你跟卢秀燕要呛虾，你要去立威，红太阳是崩溃的前夕，而且呢，在天文学里面，很多双子星座。那个星系相对稳定，那三体、3颗太阳一定是大混乱，所以血流成河一定会出现。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那真的是韩卢军团，然后包括每一次国民党在所有有争议的一些议题里面直接表态，那从来也不退让，那看起来就战斗蓝这一块。战斗蓝跟韩卢军团已经直接跟党中央开撕了吗？那党中央这个地方，如果照刚刚讲。郑丽文从政协会回来以后，那觉得自己的声望是不是如日中天？不管在党里面，甚或在未来的2028，甚或在跟国际级的政治领袖，譬如说川习会里头，那是不是他也可以在这里面讲上话，或是跟川普可以直接的碰面？因为这是他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那问说，如果能够这次美国访美行，希望能够见到川普，能够有这一些好，所有这一切。那对国民党来讲，未来到底该怎么样收这一局？而这一局，刚大家一直回来看，就是好，党团大会那天发生了什么事？那为什么这整个来讲的话，到底韩国瑜说了什么？会在近年的口中，那不要做一些什么背党求荣卖党求荣，然后亲痛仇快，然后包括连 CIA 走狗，然后包括连什么中共走狗，都已经两边开撕起来。上公那一天，党团那一天是赵少康讲是19-6，你会发现国民党现在反应的速度也很快啊。昨天晚上就直接出来一篇报道出来告诉你，没有核心干部跟你说是19-16，好了，虽然16还是比19少，但是意思就是很接近嘛。所以傅昆萁才讲说大家不要表决多难看啊，或者什么有媒体用16壮士要守着那个3800亿的那条防线19-16基本上16的计算标准，我就想要笑党中央。为什么？你怎么算16？因为16个人名念一下不分区有吴宗宪、苏清泉、翁小玲、林倩琪，桃竹苗有涂全吉、鲁明哲、吕玉玲，然后新竹市的郑正乾、新竹县的徐新莹、苗栗的邱正军、南投的马文君、尤浩，还有台东的黄建斌、金门的陈玉珍、台北的王宏威、原住民黄仁，对不对？16个嘛，这是媒体报道，媒体报道16个。对，请问你
当天他们讲19:56的时候，是讲在里面的发言比例。那林德福跑哪了？林德福不是发言支持3800吗？那为什么不在里面？所以你说党中央真的掌握得很好吗？你随便抓一个，他就漏掉林德福了。那为什么不在里面？所以你说党中央真的掌握得很好吗？你随便抓一个，他就漏掉林德福了。那要再加一票嘛？19比17，再加一票，加一票嘛。所以这样讲，其实只能会生气，没有，只能讲一句话嘛。党中央连估票，我觉得算票都有问题。你是在党团大会后跟你说16个，那请问你发言支持3800的林德福列在哪里？不见了。16壮士里面没有林德福哦，所以我就说党中央那一个说法听听就好，而且这他说的16壮士里面有人有一天参会我们有碰到，我直接问他说那个3500、3800会不会过？他说不会啦，不会过这个。然后我突然看到名字在里面，在里面，男的女的？男的会跟在一起的不会是男的啦。他说参会啊，参会碰到了，不是喝酒碰到的，你不要这样讲啊。虽然参会有喝酒，你不要这样影射啊。对，不要这样影射啊。虽然常常只有喝酒，但也有参会的时候。参会虽然也有喝酒，但那个是纯吃饭的参会，你不要乱讲哈。我只是讲第一拖，有没有你自己想到第二拖？所以他的意思说3500、3800不会过，他是挺8000吗？他就说他不支持3500、3800，他不支持党的版本的。OK， 那突然发现，名单里面怎么有他？我也觉得很纳闷呐。所以党中央这个版本到底对不对？16壮士，我请问你一面，16壮士，我刚才说漏了林德福，对不对？对。傅昆萁放哪里？总召不算在列。总召也是有投票权的，到平手才总召才投票，没有，他要算在哪里？领导者的中立。所以我说他们讲出来这个名单呢，我是很纳闷。但是发言的名单是确定的嘛？那你党团大会有人发言就没有发言？19个发言，那如果19加16，好了，再加傅昆萁啦，再加那个林德福，好不好？也不过37票而已啊。那还有其他人？对啊，不是52票吗？对啊，其他人表什么态？其他人表态真的如国民党估的这样吗？我怀疑因为你去看一下韩国瑜底下的留言，按院长加油的时候，突然发现这16壮士有好几个都在底下，都在底下，都在底下。你说王宏威有没有？有啊，王宏威有按赞啊，也有叫院长加油啊。举例了，黄建斌也有在底下留言呐，翁小玲都有留言呐，徐欣怡有留言呐，邱正军有留言呐。所以说3800就不可以不喜欢什么韩国瑜，他也可以喜欢啊。所以他挺3800，但是他也叫他加油。对，好，叫他加油，加油。但是两边开撕成这样，对啊，你不觉得很纳闷吗？这种定论，16比多少，19比多少，真的是个定论吗？我觉得这个没有表决下去不知道，是没有表决下去他是不知道。那你光想一下不分区有13席，不分区13席，16壮士点名的只有4席，对，那9席呢？因为发言的被揭露的部分名单里面，还有2个不分区是支持8000亿的。柯志恩、张家俊啊，因为这2个要选县市长嘛。对啊，他们支持。他们有没有接到卢秀燕电话？不是那个曾立文电话。你看他说那个谁啊，那个苏清泉也被列在16壮士。他要选屏东。好，他被列到16壮士哦。不要忘记在里面发言的时候，好像是牛许婷提了一个7700嘛，苏清泉是说这个案子不错，他真的是支持3800亿嘛？你知道这个名单这样出来，刚就讲说，因为你点出其中最起码你吃饭，没有说喝酒，吃饭那一趴，有人是跟你这样表态，但被列在16壮士。16壮士，因为这个会出现一个什么？因为大家在讲说，像你刚刚讲，苏清泉被摆在这里头，
对啊，但苏清泉在会中是说7700亿不错的哦。真的吗？那因为他要选屏东，你知道吗？你可以想象到了年底打选战的那个过程，若方他们不用讲，那屏东那周春米他们肯定就把这个也拿出来嘛。许欣怡也是新竹县的新竹嘛，对啊。那吴宗宪怎么办？吴宗宪现在正在那个初选嘛，对，吴宗宪嘛，对啊。所以你就说这个名单真的如大家所说的是一个准确的名单，党中央估票我也觉得估得很奇怪，估得很奇怪。那当然你说。还有，我现在比较关注的还有没有下一次党团大会？下一次，因为算时间，5月6号、29号嘛，29号开了一次嘛。对啊，然后现在又有纪历年的事件嘛。对，那请问你，傅昆萁还要不要开下一次党团大会？你党中央发出来的新闻稿哦，是3800亿哦，是定案的哦。所有人都受约束哦。那很奇怪。我只想问党中央，你们刚开始提的原始版本是多少钱？其实3500亿哦。对啊，那谁把它改成3800？不就是党团改的吗？所以到底党中央你原始版本是3500亿哦。是党团把你那一天他们说太少，然后也没什么经过具体的讨论，就呼隆加300哈，加300太少，3500太少啊，加300过的哦。你说？党团可不可以改？如果不能改，那为什么3500变3800？党团可不可以改？那现在党中央说有约束力哦。那党团可不可以改数字？可是党中央跟党团不是党团自主有这一块吗？对啊，你基于的傅昆萁该党团大会前怎么讲？我们党团大会决定以后就是铁板一块。如果不能改，不能动，那你的国民党中央政策会执行长。兼党团总召为什么要开党团大会讨论？为什么要开党团大会讨论？不用。你说铁板一块，而且傅昆萁有个职务哦，你注意看中常会哦，他始终是坐在主席的左手边哦，右手边是秘书长，左手边是中央政策会执行长哦。如果铁板一块，他为什么要去开党团大会讨论？张光可不可以跟他讲，中央政策会执行长他通常肩负什么样的任务？因为以前。中央政策会执行长他的位阶以前的位阶，他是在秘书长之下，副秘书长之上哦。OK， 他专门负责政策哦。然后他这个政策要跟立法院衔接。如果党中央说不能改，你们负责政策的党内的最高负责人为什么要开党团大会？大家来讨论。讨论前还说，如果经过我们这次党团大会通过以后，就是铁板一块。结果到最后突然发现不能通过，因为表决下去不知道会不会赢。那最简单的一句话，那党中央发的新闻稿，到底是在骂傅昆萁吗？骂你们中央政策会的执行长吗？为什么要开党团大会讨论8000亿还是3500亿？不要忘记哦，4月27号当天协商4点大概40几分，2点半开始。那一天不是说要挑灯夜战？对，结果到最后为什么结束？为什么提前散会？不就是国民党傅昆萁拿了一个案子给韩国瑜啊？这个8000亿的数字啊，这个我们要回去经过党团成员同意。8000亿的数字啊，这个我们要回去经过党团成员同意。你协商的时候公开是有文字给韩国瑜的那你现在中央说不能变，那请问一下，傅昆萁是里外不是人吗？傅昆萁开中常会会不会跟郑丽文他们说党团大会的结果？一定要吧？应该会讲吧？当然，而且郑丽文这么关注这个案子，因为今天上午开嘛。先开党团会，然后接下来下午才开嘛，然后先是开党团大会，后面才开中常会嘛。那请问你傅昆萁要不要回去报告一下？要嘛。对，报告完了以后，其实中常会的议题要讨论军购嘛。
那纪凌莲为什么莫名其妙出来？有人说是因为，那个朱立伦主张9000亿，黄复兴非常不爽。那是朱立伦啊，因为朱立伦是党主席任内把黄复兴裁掉的人啊，所以黄复兴对朱立伦有恨，这很正常有恨这很正常。那大家反映跟黄复兴反映的是朱立伦、徐巧芯呢，结果到最后开炮的是韩国瑜，而且韩国瑜铁板一块。我觉得韩国瑜那一通电话回那个话很有意思。你说你是打电话来开除我？其实这句话韩国瑜骂人我们看过他都不会正正经经的生气骂人，他骂人都是消遣，什么人中吕布啦、马中赤兔啦，什么那个影射性然后他说你打电话是要来开除我吗？这句话什么意思？考试啦，考试不是，郑立文你是跟纪凌莲一伙，我就说你是跟纪凌莲一条线的，这边说要开除我，你打电话来，我回你一句话，你是要开除我吗？是，就是说我说你们，意思就是说你们两个是一伙的，黑白脸唱，黑白脸唱啊，是一伙的啊，然后最有趣的，刚才说他的脸书你。前面那2句其实我也记不得了，什么老牛了，大家只记得老牛2句。因为老牛那个上一次大家有讨论过了，有用过嘛？但是你有没有看他底下无愧的顺位？国家、人民、职责、大，无愧于心。国家人民在党之上。立法院行使的职权也在党之上。唯一党只高过他个人的心，只高过他个人其实那一篇那个排位有没有又把党打了一巴掌意思就是说你才排第4然后国家人民职责都在党前面如果民意跟党意有冲突的时候，那你看他的顺位嘛，你看他的顺位，国家人民职责党心那不是直接告诉党中央。你只排第4好不好？你只高过我的心而已。OK， 国家人民职责都高过你党所以其实韩国瑜那一篇前面那2句，我觉得就不用看了，看那5个无愧的排序，很明确的告诉你说，党低于国家，低于人民的利益，低于立法院的职权。是唯一高过个人。好，那如果韩国连那个排序都已经告诉大家，韩国瑜其实写那个是有这样的一个顺序意涵在里面吗？如果真的来看，来小平是第一个，党里面这样子直接开撕，对你们身为党，尤其是民意代表的，有什么样的看法？第二个，大家在问的一个大前提是，韩国瑜到底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会到要卖党求荣，然后要亲痛仇恨，就是当然，纪凌莲的说法是他应该不至于做出什么，但问题是，他一直到现在，他到底做了什么东西？是如果只是3800跟8000，那就数字高高低低，那都是要买，那也不到搞成是这个样子啊。黄复兴是纪凌莲说完以后，黄复兴一根旗子往前，纪凌莲旗子一挥，黄复兴就跟着他走。你要开除韩国瑜，大家就一起跟着说要开除韩国瑜吗？可我看到很多退将直接跳出来海 K 纪凌莲呢。纪凌莲当然是唯一代表这个黄复兴，因为他是主委，至少还在位置上。OK， 但这个我相信呢，黄复兴的党员的最爱是韩国瑜，好不好？投票拿对，我这样讲大家都可以接受吧？我觉得你看那个2024一个职务，一个是投票行为哈。立委选举，大家要抢谁去站台？韩国瑜罢免的时候抢谁去站台？韩国瑜也是韩国瑜叫基本面嘛，对不对？投票对老 K 的基本面，15万个赞，15万对啊，比那个郑丽文的得票数还高高1倍我觉得对我们你就不要讽刺我们的主席，要成见这样，就那么多党员呀，只能投6万出来啊，他过半呢，他破50哎，好，那为什么这么惨烈？为什么会弄到要开除韩国瑜？对啊，唯一这个老 K 在中央的最高职务的长官，对不对？立法院院长，全世界皆然，意识形态
路线斗争都是最惨烈的。请问你是不是路线斗争而产生了文化大革命？好，就是那些留法的周恩来啊、刘少奇这些人，他们就比较有民主的思潮，认为就要能够改变一下。可毛泽东当然他最后国家主义输了，可是即将丢掉这个总书记国民党，好，不要讲历史，现在的比较精彩啦。好，来，现在回来这边，所有的历史里面是权力斗争啊，是，不是路线斗争。来，现在就是亲中跟亲美的路线嘛，就不是一句话讲完了吗？所以你是怪 AIT 27号发那一篇称赞韩国瑜，还是中国时报专访？小平，亲中跟亲美路线之争可以讨论，大家可以胜或你说有斗争都可以，对，但是。这么赤裸裸的呈现在全国观众面前 ，CIA 走狗、中共走狗这些词都出来了，你不觉得这样的词出来以后，对国民党以后怎么评价这些？黄创夏就讲了嘛，他刚很兴奋，他说他60岁了还血脉喷张，对，好像打了鸡血。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了大场面，血流成河。就简单讲，就是2个路线，8000亿就是亲美。3800亿就是亲中，这个是基本可以这样分嘛。好，那两边是斗而不破的话，那最后一个比较妥善的结果对党是福嘛。那如果像黄创夏那样讲，杀到血流成河，那就惨了嘛。我这样讲对不对？好，这个时候大人就出来嘛，就谁要出来主持这个，谁是要出来？我觉得2个人很重要，一个是韩国瑜自己是当事人，又是主持院会通过这个预算的这个长官嘛。那一个是卢秀燕，那卢秀燕也这些大人也都去支持了韩国瑜，所以会发生一个很多的变化。我路线讲完之后，那我最后怎么过？我是衷心盼望，我只是一个小书童，一个市议员啊，在国民党里面，我认为，不要这样，你是战斗蓝与赵少康站在一起的战斗蓝，但是你刚刚我支持他的8000亿，我提醒你的身份，我就是8000亿嘛。你只讲2个大人，你没讲郑丽文，小心党纪。这个更高，他是主席，好不好？那我们请问接下来我这样讲，多席次过3800过8000没差，单一席次可差多了，就县市首长嘛，对嘛，白了一点嘛，就是26嘛，对嘛，议员还好，对嘛，议员搞不好有些人弄3800票还第一高票当选，也许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啊，不是不可能。你要思考那种边缘的李四川怎样？搞不好有些人弄3800票还第一高票当选，也许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啊，不是不可能。你要思考那种边缘的李四川怎样，江启臣怎样？但现在是边缘，不是我讲说，我讲说边缘是那种一半55坡，就是正负55坡。感谢小平哥啊。然后比较安全的江启臣，他也居安思危，也怕变3800，他也变成55坡。我讲真的啊，要这样去思考，所以就变成怎么样？如果是3800通过的话，变成民进党能拿的都拿，他就向外扩张，他就企图想拿宜兰，想拿嘉义市，想拿彰化，想拿新北，甚至想拿新竹县，这就是民进党的主张。他在盯着看，我就是亲美。然后你趁你我妹妹干，可是你呢亲中，我就立于不败之地。那我就看2026，我把提前用8000亿、3800亿变成等于抗中保台，等于爱不爱台湾，这样打到底好不好？提前2028引爆。小平，你看得这么清楚，你们党中央没有看清楚这一块吗？然后像现在把它搞成是这样，直接端上台面上，大家直接这样对干成这样。然后刚讲连走狗互骂走狗说。那你都觉得讲白一点，要拿到50%的县市首长选在里面，这样子下去，3800亿可能对你们的人不利。意识形态是不容易改变，你要亲中亲美，这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个不能勉强。但我只是但我先讲，我是亲美，我是8000亿，我先讲我的立场。这个我不会像有些来宾会做。季副主席开除他，周小平公开。没有，70年再继续讲一下话，开除钟小平，打球柔，纪凌你电话响了，郑丽文打来了。我刚刚讲过，纪凌莲是不是黄复兴的代表？是啊，对我跟他也有一点小私交，我也很尊敬他，而且我以前是那这一段给你讲好了，你看。我们这里是政论节目，不是综艺节目，对，上空这里就讲。
所以呢，我很尊敬他。那我也想申请回黄复兴，我本来就黄复兴。对啊，对啊。我后来应小薇后来的那个提名的黄复兴，我就把我赶到电话党部，我想回去，因为我为什么是黄复兴？我爸是黄埔17期的，是不是？龙卷当然是我本来就是黄复兴嘛，是不是？外省2代留着老兵在写嘛，难道我不是黄复兴吗？好，那这个讲完，这意识形态讲完以后，我回到很市侩的讲，就是我们希望2026能够赢嘛。我身为党员，是不是希望能够赢？然后那希望不管刚刚上一副讲得很清楚的，不管19、16什么谁怎样，我觉得最后一个折中案就是3000+加 N 能够凑到8000，这个就是相对好的，这就是2个对撞的亲中亲美路线的善了。好，我再补一下，因为后面前有狼后有虎，狼是民进党，虎是柯文哲，你的意思说你还怕你们的票会被柯文哲吃掉？不是，柯文哲现在因为被判刑干嘛？老公我看起来不理他，李珍他老公不理他，他也不甩老公，所以李珍秀可以处理，不然你以为李珍秀那么容易处理就干掉？我简单讲，他跟老公的关系，国台办已经下降了，因为他没有利用价值了，没有利用价值，他走自己的路哦，红的走不通，我走别的路，我很怕我在你节目1、2个月以前讲副委。是不是柯文哲一副绿白合，我们就同意副委？对他先投，那我们只能跟着走，对不对？好，请问你这一次如果坚持3800会走到底的话，如果对看起来这样，然后白银就跟绿营合作，对他弄个8000，你是里外不是人哦，国民党要想清楚哦，这柯文哲关键少数8席的威力，这是第一句话。那是虎，然后狼是杨若芳，哎，对，是，为什么？那就民进党，但绝对不是走狗啊！开玩笑。好，因为民进党当然要消灭我们，很正常嘛。我们蓝绿对抗2个大党，可是后面侧翼啊，他就用这个，他就支持8000、9000。你看白会得到很多中间。请问你，他的基本盘是不是年轻人？年轻人他是一直压抑年轻人，他跟老公也好，两岸一家亲，都是在杀年轻人的票。他如果回到变成比较自由派，变成8000亿、9000亿，我跟你讲哦，整个情况回到他的年轻人就比较舒服，他的票还会上升哦。最后一句话，老牛羊蹄，你有没有觉得韩国瑜短位啊？有啊，有吧？刚讲了，那个15万已经是包括当初立法院长，然后大罢免以来，大概已经很久没有再看到。他刚才说那个8万多票已经拿50%了嘛，所以你们也不过16万，他点他就全部拿了。那我借用王金平最爱讲的一句话：起心动念。他有没有起心动念？那他要最高的职务等等。但我认为现在那个卢秀燕还是领先民调。但会不会经过？因为很多命运是环境历史创造出来的命运，对不对？好，今天你北农你没有把他干掉，那时候段宜康他们没有把他新潮流把他逼下，他怎么会有选高雄市长？人生的剧本呢是上帝决定，不是韩国瑜自己写的，所以整个看起来这个戏还有的看的。OK， 对方对你们来讲呢，民党刚才讲前有狼后虎，前面是民党在看着这一出戏，后面是柯文哲嘛。那这整出演出来的这个大戏里头，因为关系到全台湾民众会看着的那个军购的这个行政院1.25兆，国民党现在是看起来3800亿加N要死守这条防线，最起码党中央是这个样子，而整个台面弄到最后结果呢，郑丽文显然在这里面会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啊。我先讲啊，不管是8000亿还是3800亿加N啊，其实对于台湾来讲都是不够的，真的是不够，在国防上面是真的不够。但是你去看，因为昨天的这个政治是看声量，其实里面就有讲到说，这一场因为这是国民党内斗，但是最后显现出来，其实就是台湾人就发现说，国民党表面都是谈预算，但是实际上是在谈对中国的忠诚，到底是要亲中还是亲美？对，然后在表面上是谈团结，但是实际上现在开始看起来，这个斗争是什么清算啊？就是有人是讲说啊，这个是纪凌年是在讲这个朱立伦人马，开始一个一个点名，把他们全部都点出来，是在清算这样的一个状况。那表面上在讲爱中华民国，可是实际上呢，其实是在讲说整个统战上面的一个状况。我觉得台湾人其实会看到说，你说今年年底到底，今年那个要放在小平哥那边，你就把它立起来。还有小私交嘛，纪凌年嘛，去中国。但是你去看，尊敬他，为什么会出现说会有支持8000亿的这个部分？其实你去看很多都是要选县市首长。那可能会有些人会说，这次的县市首长好像跟这个统独好像没有关系，对这个国家立场好像地方政治好像比较有一些距离。
但是这个美丽岛最新一个民调有一个，就是说，光你在讲能不能够接受和平统一这个，不能接受的有68%，台北是很高台北是好像快70%是不能接受，而且它的前提是没有武力是和平统一你光讲统一这一块，那光在台北市或者这些6都里面，其实不接受的程度很高的时候，当你又连接到这个国防预算，这是保护国家的那大家就会去问说，那你这些县市首长，你从立法院出来，大家会问说，那你为什么不支持可以守护国家的？我们是不支持和平统一的那你为什么不支持这个1.25兆？为什么你是支持38亿加 N？ 我觉得这是会把它连接在一起。那也关系到，我觉得后面为什么国民党很多地方首长，尤其是刚刚小平叔讲的这个5五波的这个李四川比如说我还可以接受啦，边缘的李四川边缘的张启程可能还有这个宜兰的这些他会不会有紧张？会有紧张因为所以你说年底的这场选战。到底是亲美亲中？我觉得反而最后是攸关到选票的问题。那你不是说什么我们是狼什么的？我觉得这个是在台湾人民现在都在看，你不是现在是对亲美亲中，你现在要对的是年底台湾人民现在在看现在的立法院对于国家守护上面来说，你到底支持什么？台湾人民现在在看现在的立法院对于国家守护上面来说，你到底支持什么？因为你们现在吵8000跟3800亿，那如果3800亿通过的时候，人家在问民众在问你，因为包含我们现在地方的民众都会讲说这个国防预算到底什么时候要通过？因为一般来讲民众不太会讨论国防预算，因为以前对我们来讲都是太遥远了。可是我们最近跑母亲节，我不知道小平哥有没有听到？像我们选区很多，他现在变哥了。对，年纪马上就下降了一些，年轻的。讲到距离年就要讲做人做事有进步。我们要依照讲的内容来做一个平台，所以距离年放进就变小评书。没有，就是在跑地方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民众有些是中间选民，他们都会关心说，他说，那现在这个国家国防预算到底现在状况是什么？其实民众是会关心。而且是会讨论，不是说跟他完全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相关联。若芳刚才讲跑地方的时候，小平你自己跑地方的时候，民众会不会问？民众蓝军其实没有那么清楚3800、8000，但是很忧心在斗。蓝军的人对新闻看就觉得蓝军自己在斗，对不对？那蓝军因为蓝军他就不开心，他觉得斗会被民进党渔翁得利，大概就这样。OK， 好，如果讲斗，金王现在是满天神佛大乱斗了吗？为什么讲到这个？赵少康今天就直接受不了了。对，讲3800亿的就是中共走狗。现在已经要开撕成这个样子，这怎么弭平这些？就像小平讲的，对蓝营的支持者情何以堪啊？他现在就是要碾压，所以不是要降温，要碾压，要碾压。所以我们客观来看第一件事情你去看郑丽文的动作像是要降温吗？不是，不像，是你看到几乎第一时间国民党中央呢就会有新闻丢出来，然后回击赵少康所丢出来的任何的批评。所以呢，这像是一个开战的动作嘛？这怎么会是一个降温的动作？所以呢，这个开战动作表示什么？表示他用碾压的方式呢，他要在这个议题上面碾压过去反对的那一边嘛。所以他没有要降温啊。那为什么他有这样的想法？其实你大概可以看得出来，就郑丽文自从跟习近平确定见到面之后，我只问一件事情嘛，就现在包括韩国瑜在内、卢秀燕在内，请问国民党现在这个台面上的头人哪一个跟习近平见到面的？没有嘛，只有他而已嘛。所以等于说，一方面对郑丽文来讲，他有一个最大的筹码是习近平嘛。那第二个，他把自己端上去的角色，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对他来讲，这个他已经不是跟赖清德放在一起了，他是跟习近平和川普放在一起，所以他的角色是摆到这个程度，好不好？不要咳嗽。所以你从他谈话可以看得出来，他把自己拉到这个代表性。所以他要做的是什么？他要做就是我在这个高度上面，所以我说了算嘛。然后在国民党党内呢，就有一票人支持他嘛。那支持他的，就像他讲的，就国民党的老将军就退将嘛，退将很多支持他嘛。特别是黄复兴系统的退将，有很多都是统派嘛。那这些支持和平统一的，等一下我在谈选举的事情。这你可以看到郑丽文现在议题上面的处理，他就是要碾压过去。所以你可以看到双方在放话的过程里面，大家把剧情细节都描得很清楚哦。所谓剧情细节描得很清楚，是你可以看到像这一篇新闻在丢出来的时候，你看
这里面有蓝营的立委哈，中间感叹说，现在就是神佛都出动了。在国民党内，神佛都出动是什么意思？表示这一些大咖，大家互相都出来要你选边站嘛。你是要3800亿这一边，还是你要8000亿这一边嘛？你是要这个中共走狗那一边，还是要 CIA 走狗那一边嘛？所以像小平现在看起来选择的是在 CIA 那一边嘛。所以你会发现没有用这两个字，我不是美国走狗，搞清楚。但我是说，按照他们现在丢出来的标题定义啊，现在他们丢出来的标题定义，你们党中央的说法，对你支持8000亿的时候，你就是CIA 走狗，我最多只是毛小孩。然后支持3800亿的就是中共走狗啊，所以你会发现现在丢出来的蓝营的立委在感叹叫神佛出动，就是现在就是要大家选边站的意思嘛。所以这里面我为什么说细节越描越细？你去注意看哦，这一篇新闻丢出来的时候，他讲什么？他其实讲3件事情，这3件事情都在描述什么？描述8000亿那一边在做什么动作啦。描述的3件事情就是第一个，他说徐巧芯邀集党内多名立委叫会商，但是这件事情让党中央产生戒心。那我请问你消息来源从哪里来嘛？这看起来党中央机会比较高嘛。那第二个，他谈到说，朱立伦跟赵少康透过管道跟友好立委沟通，然后由于是13席的不分区是朱立伦提名的，所以他成为朱立伦重点沟通对象，所以他是第二个部分。第三个，他还谈到说，蓝营的县市长打电话给立委，然后呢，认为说这件事情呢，如果通过党版会被贴上反美标签等等这些东西，看起来都是从党中央来源是比较高的嘛。然后下面重点是下面哦，他说党中央意识到朱立伦、赵少康、徐巧芯这些人动作频频，人家都在动员了，不能不处理，我们要有所因应。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他把党中央、国民党党中央的立场跟徐巧芯、赵少康、朱立伦把它切开，变成2个阵营的立场嘛？所以他就是叫你在2个阵营选边站，你是要选择站在朱立伦、赵少康、徐巧芯、卢秀燕那一边，还是你要选择站在党中央这一边？也就是3800亿跟8000亿，你们选一个啦。那现在呢，党中央的角度就是你们就是要选择3800亿这一边嘛。所以你看这些细节，请问谁丢出来的？如果不是这些当事人，怎么会有这么多剧情细节丢出来？还提到说，这个李乾龙国民党的秘书长还要动员地方系统对立委施压呢。所以你看国民党党内的互撕跟这个厮杀状况够不够明显？讲得很明显嘛，都还要动员到地方来对这个立委去做施压。所以你从这些大家在丢新闻的过程，你会发现郑丽文没有要降温啦，郑丽文也没有要跟大家这个关起门来好好谈，现在全部都是丢出来，然后有点类似像公审的方式，大家直接摊开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就。祭礼年那一天的那个整个画面的播出来，我觉得那个都不是突然啦，也不是突发状况啦，那个显然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这个就是郑丽文的态度，这个就是国民党党中央的态度。然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没有要妥协，所以才会导致赵少康这边呢，大家既然要延上的话，就这样一起延上吧，就大家把话都摊出来。尤其是好第二个我们要讲的东西你看这里面你看那个。尹乃菁讲的，或是他引述到这些退将的态度，认为这个超过3800亿呢，这就是 CIA 的走狗，然后认为说超过3800亿的部分对台湾都没有需要。讲这句话在打脸谁？讲这句话在打脸当时接受《自由时报》专访的卢秀燕呢。卢秀燕当时的内容，因为受到郑丽文访中的影响，所以导致他当天专访内容，其实大家后来都不是很 care。可是你要知道，卢秀燕当初讲的内容，其实包括8000亿的部分，他讲什么？你看。卢秀燕当初讲内容，我还帮他整理出来，就这一张当时没有用到，因为大家都在讨论郑丽文访中，所以这一张终于可以用到了。所以你看卢秀燕当时讲内容是什么？他讲3个部分就对这个国防特别预算的部分。第一个这个国民党党内反正110亿美金，看来国民党那个党中央也接受，但问题出在第2个部分第2个部分是140亿美金，而且是不用等发价书。卢秀燕的讲法是不用等发价书那党中央跟傅昆萁的讲法是什么？发价书来，全部发价书来，你来多少我们就认多少。可是卢秀燕当时对第2部分这140亿美金，大概4000多亿台币的讲法是，这些军购全球都在抢武器，不用等发价书。这个部分就是8000亿的差别可是，在这些国民党的退将黄复兴系统的讲法是说，这个部分呢是不需要的武器，是台湾不需要的所以你要看的是，在台湾民众的心里面，这些是需要跟不需要的。卢秀燕只有把第3个部分，在国内采购跟商购的部分列出来说，这个部分是不需要列到这一次的国防特别预算条例里面去的，跟行政院的1.25兆落差是第3部分换言之，在国民党党内现在是对第2部分的讲法，党中央是在打脸卢秀燕当时的讲法的。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大家看得很清楚的，就是在这一块。那你就要问一件事了，请问台湾的主流民意支持什么？台湾的主流民意支持什么？因为我们刚刚一直在谈到说，这个面对到选举的跟不用面对选举的有落差。可是你知道这次我看了很有趣的是刚刚若芳在引述那个美丽岛电子报民调里面，对于和平统一这一件事情台湾的民众呢是68.2%反对。你知道台北市有多少反对吗？
台北市反对的比例是76.8%，比这个全国平均值还要高。新北市哦，因为刚刚点到李四川了嘛，所以我就补充一下新北市。新北市反对和平统一的比例是73%呢。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国民党现在很有趣的是，在地方选举年，把地方选举竟然跟这个全国的统独议题把它画上等号呢？把它连结在一起。那我请问一下，这对国民党选情到底是有利还是不利啊？那我为什么讲这件事情？这也是卢秀燕在专访的时候讲的内容呢。他提到什么？他提到台湾主流民意。请问他的考量是什么？这跟选举有关系吧？这也是卢秀燕在专访的时候讲的内容呢。他提到什么？他提到台湾主流民意。请问他的考量是什么？这跟选举有关系吧？这跟国民党能不能跟主流民意衔接有关系吧？那我们刚才已经谈完民调数据哦，台湾是68.2%，他连和平统一他都不要。然后台北市是76.8%，新北市73%。卢秀燕当时哦，面对自由时报专访的时候，他也是引述台湾主流民意。他讲什么？他说台湾有77%的民众支持台湾跟美国互动交往，有61%的民意支持台湾加强军购，尤其是对美国采购。所以他讲的也是民意，他讲的也是数字呢。所以现在看起来谁讲的不是数字？现在反而看起来是国民党党中央讲的不是数字呢。现在看起来是郑丽文要碾压的，看起来不是数字呢。他现在看起来是他占据了这国民党内和这个制高点，站在那个制高点上面，他现在丢任何球出来都是有声量的。他丢任何的议题出来，你们大家都要重视，你不可能不重视他。然后再加上一个习近平背书完之后，你们谁现在能够不重视他？卢秀燕在这篇专访记得提醒大家，他还讲过一句话：个人不代表全部。个人不代表全部。当时大家解读是郑丽文不代表全党，可是当郑丽文跟习近平见面回来之后呢，郑丽文代表全党。谁会挑战他？郑丽文不代表全党。所以现在变成是郑丽文看起来跟当时卢秀燕、朱立伦他们要衔接主流民意，看起来是有冲突的。最后我讲哦，那个倪乃金他讲说，这个国民党内认为说这个支持这个超过3800亿的啦，那个就是亲美派啦，就是支持中情局的走狗啦。你知道他在讲的这些人，包括纪凌年在内我帮大家复习一下，这个就是当时呢这个许立农他们成立的这个黄埔这些系统里面，你看到这一大串跟黄埔有关的。都是什么？都是主张和平统一的，就是我们讲他们主张跟现在的主流民意是相反的。那换言之，他们现在跟着郑丽文是绑在一起，要贯彻他们的主张。那你要问一件事呢？国民党党内现在要选举的这些人，是要跟国民党这些我们讲的偏统派的这些主张，跟郑丽文绑在这些主张绑在一起吗？如果是的话，那很显然的就是国民党选择这条路啊，那就是符合刚刚我们前面所讲的啊。那不要讲2026选举啊，你就是替2028提前开打，而且你还把统独议题拉回到本来在谈市政议题的战场上面。那你就要问一件事：这个选择的方向对撞下去的结果，如果这个后面国民党党团会议也没有了，然后呢后面这个我们讲说就让国民党这样拖下去了，然后3800亿或者整个军购案就这样不了了之了。那你要想这样对撞的结果距离现在大概就剩下7-8个月的时间，这个选举结果对国民党来讲真的是好事吗？都好，这整件事情其实有一些的报道出来，那我们也在节目里面讲说，国民党针对有一些的报道有没有要讲一些什么话？譬如说这篇。就有一篇《自由时报》有一篇讲说，郑丽文在赌气吗？军购8000亿砍到3800加 N， 是因为访美规格不如卢秀燕吗？那这2天像这样一些报道说，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然后美国你日要把规格拉到比卢秀燕高，然后超过卢秀燕，那我就有这样。那我讲说，国民党针对这些报道是不是要出来说话，要否认，要驳斥，要干什么？但我到现在没有听到这相关的一些内容。这跟这个军购的这些事情，跟郑丽文访美真的有关系吗？访美你可以想象。希望见到川普，这个我没有意见啊。这个你要讲说你要希望见到谁都可以讲，人家排什么人那是一回事。但军购的事情要跟这个摆在一起吗？这2天媒体上也有一篇报道，我也讲说国民党是不是应该要出来针对那也要讲一下，就是老共是不是在过程当中有跟国民党讲过，说希望在川习会以前不要有像这样一些的定案或者是通过。那国民党针对这个是不是也应该说话？那这边还有一篇媒体上有一篇的报道是说。本周一，军购条例进行第3次协商以后，一位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前副部长级将官亲自联系台湾有军系背景的人士，表达强力动员力挺郑丽文总召傅昆萁，别让政协会成果付诸东流这些话。
这位解放军前副部长级的将官，过去曾经邀请台湾退役人员前往中国大陆参加黄埔系列纪念活动。像这些，这个报道出来对国民党一定会有一些的影响。像这些，国民党是不是都应该要出来，好歹讲讲话吧？如果他是事实，有什么好讲的？那么讲，郑丽文反对这个军购，本来是连3500、3800都不要。一开始的时候连这个都没有哈，后来是被逼的。然后你再看国民党这一波，其实它有一个根源。那个根源是在国民党内部本来就有2块不同态度的人，就是全部都是支持国民党的。如果以比例上来讲哈，大概国民党人有差不多50%的人，或者50多一点的人，他可以接受1国2制和平统一的。那不接受的人大概在40几啊，46、7还是47、8左右，略小于这50。好，你在看国民党的内部结构的时候，就是支持国民党这些人里面，他有一半的人是接受1国2制，和平统一。他因为有这个土壤，才会孕育出像郑丽文这样子的领导人。那这一批的人呢，刚好又没有要直接参与到最近的选举。但是他看到这个美国跟像从这个2016年民进党执政10年下来，两边的互动，他有一个焦虑感，就觉得这个统一美国介入搞得太深了。这是一种焦虑。第二种焦虑是这些要选举的人那些不接受和平统一的，还有40几、46、7的这个国民党的人，他们要选举他也很焦虑你现在看到说结果其实是2种焦虑的碰撞。那这种碰撞之下，刚好国民党的代表人就叫郑丽文。郑丽文是一个几乎每天都要下标题的人。所以你就看到所有这一切，这个现象面，他说我希望访美的时候能够跟美国总统川普见面，可以啊，你可以提出要求，但是人家能不能安排得到？安排不到就拿这个做理由，作为反对1.25兆军购的理由吗？就是台面上找个理由嘛。核心的关键在哪里？核心的关键是在他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那我们要理解，就是说像北京啊，在对台湾这一块，他很清楚的知道，要解决台湾，一定绕不开华盛顿。讲一个小历史，我们都知道李登辉提过那个特殊国与国关系嘛，1999年。那你知道1999年的前一年发生什么事情？1998年6月，在上海，当时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在上海的上海一个图书馆跟上海民间人士座谈，有人提问，有一个人递了一个小纸条给了克林顿。我所讲的这个过程呢，是当年我们国安局的人告诉我的，递了一个小纸条给克林顿之后，很小的一张纸条，那克林顿拿到之后就照念。另外第一件事情就是他讲，美国政府不支持台湾独立。那北京一直希望能够再有一个美国总统讲出来什么？就美国反对台独。这里面是不是最近也讲了这句话？他希望川普能够讲出反对台独。好，为什么讲说？因为郑丽文是一个每2天就要下一个标题，或者每天都在下标题的人。它反映的其实是国民党内部的50%的价值，那50%的价值，你把这所有的联系在一起，你就会很清楚看到，它背后有一只手，就是北京。那相对于他们来讲，比如说你看到这次国民党内部互杀的人，很多都是老朋友啊。叶乃菁跟赵少康他们2个还一起主持节目啊，怎么会杀成这个样子？因为下面有些东西是核心的矛盾。某一个角度讲，过去国民党，比如像赵少康、朱立伦、吴敦义，就或者我那么讲，换一个角度，历任国民党党主席里面，大部分都是比较风派一点，就是他希望在北京跟华山之间，我能够左右摇摆，或者左右平衡，或者左右逢源，所以他会
它会飘来飘去，飘来飘去。可这个飘来飘去的东西，看在北京的眼里就是你一直在骑墙。郑丽文是这20年来国民党党主席第一个旗帜鲜明的统派，也就是说跟50%跟北京的期望这是 match 在一起。然后再加上这个郑丽文个人的特质，他每天都要讲话，他很我不晓得这样形容好适不适合，就是说，如果有一天台湾的网络媒体没有郑丽文是3个字，他是不是会焦虑啊？所以他每天都在讲话，然后你看到他讲的越来越刺激，越来越刺激，越来越疯狂。好，那这个结果之下，第一个层面是那对国民党的影响。国民党年底要选举的人，每一个人的实力不一样。我讲的是县市长这个层级的人，有的人也许可以扛得住啊，因为他在一个相对优势区。但是如果他的所选的区域不是优势区域，如果是5-5坡的时候，那会怎么样？但这还只是个人哦，县市长。再往上，下一次选举就2028。刚才讲那么多，我觉得有个很有趣的现象，韩国瑜再次超越卢秀燕。对。也就上次我在那边讲说卢秀燕没了，这一场国民党内的互砍互杀，你看到韩国瑜再次跳出来，韩国瑜会成为下一次的共主席。现在唯一是说他主观上有没有意愿，是我能够继续当这个立法院院长比较好，还是我要代表国民党征战2028？对，所以你的意思说，纪凌莲其实用心良苦，纪凌莲是想办法，其实他是目的是把韩国瑜送上共主的位置。纪凌莲是无心插柳他本来是要警告。我以为你是说凌莲骂国瑜，愿打愿挨。不是黄盖周瑜那套，纪凌莲只是一把刀一把旗子，人家叫他往前冲嘛。我们这位海军陆战队的上将就指令下来啊，抢滩。打第一仗立第一功，他就抢上去了。哪怕事后被讲的浑身都是子弹伤痕，但是他抢滩呢，只是这个滩抢的好不好，抢得漂不漂亮，有没有抢过头啊？但是这个整个事情绝对在蓝军里面再次成就了韩国瑜。那这个戏我想说，因为它底层涉及到2个不同的，都是国民党的支持者，但这2块在要不要和平统一这件事情上，它是不大一样的。可是为什么郑丽文可以这么强势？就回过台，因为现在的国民党，他接受和平统一的大概已经过半。郑丽文可以这么强势，就回过台，因为现在的国民党，他接受和平统一的大概已经过半，大概已经过半。那这个构成内部足够大的压力，所以你会看到不属于这1/2的国民党的政治人物，未来会非常辛苦，因为这一块会是铁板一块。OK。但是有一件事情，刚才东豪讲，现场6位来宾，我想很简单的问一下，若芳。你觉得纪凌莲是自己突然临时突发，突然在现场临时起意讲到了韩国瑜的那一段，还是有人希望他这样讲？你觉得是哪一个？当然是演出来的啊，演出来的，要颁个奖给他。创一下，我觉得是有人觉得说要把立场讲清楚，但是纪凌莲的语言实在是他自己组织的，超乎想象。OK， 都好。有人要叫他的啦，但他冲得太前面。小平，我觉得他的意识形态，有没有人在背后叫他要讲？我觉得没有。你觉得没有？没有。上公，不照剧本演出。有剧本，有剧本，对，通告演出。不照剧本演出。青蛙，我也是觉得他有人要他按照剧本演出，只是他表演的太烂了。来，上公，如果这样，我们就接着往下走。好。那谁叫他？你觉得谁叫他要有个剧本？不管你有没有照剧本演，就是谁叫他有一个剧本。这2天连那个季将军的
一些什么他在两岸之间，包括对，就白小平这这都被有交情嘛，对，有交情，都被拿出来讲了。不，第一个就说因为70年在中常会前，算我看你自己拿，有先说，有先小英怕腹背受敌，小英怕的，反正70年在中常会前有说他要讲话要对军购讲话，好，那就问一句话，郑丽文知不知道？我们不要说谁主动谁被动，郑丽文知不知道？当然知道啊，当然知道，因为郑丽文特别讲说，那个季副主席有话要讲，对嘛？当然知道嘛，知不知道他要讲军购？当然知道嘛，他要不要讲徐巧芯或是朱立伦？当然知道啊，当然知道啊。结果他讲到了韩国瑜，踢到铁板，所以才会出现后面补语重心长，就踢到了铁板，而且用了4个字，其实韩国瑜卖党求荣，很简单一件事。其实这一段话大家都在讲，他是踢到铁板，他在讲徐巧芯的。其实项庄舞剑，他是在警告那一些要支持8000亿的人。然后。其实讲一句白一点的话嘛，拿朱立伦好像讲开除没味道，有味道吗？完全没味道嘛，不够党干。对啊，完全没味道嘛。那拿立法院院长这个味道就重了这样很有味道。我告诉你哦，连立法院院长我们都要大义灭亲开除党籍哦，你们这些立委给我小心一点哦。结果没想到，踢到铁板，就踢到铁板一块嘛。你说是吧？当然，刚才在讲什么70年为什么要拿韩国瑜当标的？因为除了他是立法院院长以外，他够大到可以拿来恐吓其他人。但没想到反噬嘛。这个27号，我觉得27号 AIT 太忙了。27号 AIT 不是 PO 了那个感谢韩国瑜吗？然后副处长、代理处长不是见韩国瑜那个黄国昌嘛，对不对？然后晚上古立伦是不是又发了一篇那个支持全面性军购，里面谈到了什么防导体系统无人机、无人载具嘛？那70年他到底亲中还亲美？毫无疑问，他一定亲中嘛。对，反对买武器嘛。看到 AIT 称赞韩国瑜，大概火冒三丈吧。但是你看他嘛，其实他2024年那个黄埔军校他就去了。好，2025年底大概12月军购条例是行政院是2025年11月27号拍板定案。好，程序委员会第一次封杀是2025年12月2号。结果他是2025年12月5号去了中国，所以有人说他说在通过以后就去了中国。去了中国哪里？参观天福集团。其实天福集团他就知道了，其实是台湾过去投资的茶叶了。好，那创办人其实在台湾也曾经风风光光经营过某茶叶的集团，后面卖掉。后来经营证券业踢到铁板。对啊，然后到中国去中国投资嘛。那曾经是我们南投的大企业。对啊，那个创办人天福集团的创办人就是南投人啊。对，最好的茶叶以前我们都那个什么学校安排旅游，都一定会去他们的茶厂看。对嘛，好。他的天就是台湾天人的天啦，福就是福建的福啦。你就讲出来了，你问的，你都已经讲出来，台南企业是什么哈？他去，但是天福集团也不过就是台商去投资的企业，为什么会特别被抬出来？因为他们在台商的企业里面有所谓的党建，党支部，在党建就是共产党在这个企业里面会去做建设工作，他可能成立支部等等，而天福集团就有，而且天福集团在福建里面，共产党里面视为一个党建的样板，
就我很成功，在里面有支部，有共产党支部，有什么，然后在里面有运作的，所以70年去的这一个受邀去参观这一个的时候，才会引起大家的关注因为它就不像说你一般去看的纯粹的一个台商在那一边投资的企业，因为重点是那个党建。OK， 那70年，以前也曾经说过豪语啊，他在6年前他说有陆战队，台湾你中国就攻不下去。当时身为陆战队的人，我也蛮认同的哈。然后后面其实大概在2-3年前吧，2-3年前，其实70年那时候还在当那一个军校的那个联合的那个会长的时候，我记得是在信义区办活动，然后他没有邀请马英九，没有邀请什么人，但是他那时候的讲话也很凶悍哦。就是说有中华民国国军在，意思像你中共别想来的那个味道。但没想到他现在既然是反军购，既然是3800亿，既然是走中国路线去参加黄埔军校活动，去跟中国的路线越走越近。你看阿扁，他的上将是阿扁生的，陆战队上将不多寥寥可数因为陆战队司令才中将而已，寥寥可数我说我们那时候是中将寥寥可数。后来又升联军总司令了，然后他升到上将是阿扁升阿扁不是这1-2天出来讲话吗？人会变，70年已经变成我不认识的样子。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从他过去的讲话到他现在的态度。其实是2个样子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就整件事情，国民党这整个开撕未来到底要我不知道他们要怎么收场这一块，因为如果要词再继续用字遣词都这么重的话，到底未来到底该怎么办？好，但是国内政呢，尤其大家会关心的是，这会不会影响到第一个影响到台湾的防卫安全的问题，第二个大家会讲的是这些跟选战之间的关联性，因为它一定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的连结。那这里头如果要讲到选战的关联性的话，小平。是你最近跟陈蔡2个人，为什么是从忠孝桥那件事开始吗？忠孝桥你知道那个证人外号叫斑马，已经前几天被传到廉政署，就是已经发动了嘛，地检署他1个月以前就在有服务处跟我澄清讲爆破就是这个钱不对什么等等。第一个我已经有亏职守了，你知道吗？我已经没有立刻开记者会，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那这个新闻后来闹大了嘛，然后这个因为证人被传去，大家也知道嘛，这个消息会泄露，那就政论找我去，我也不要讲。然后呢，那就算了。然后这个游淑慧也是我的同事嘛，就是国民党游淑慧就讲那个大楼的救灾，跟所有维冠大楼所有集聚的弄到那边去，等等那他就讲他的，然后你不要连我一起骂嘛。你就说陈志涵要骂就骂游淑慧，你骂他，我心里已经不高兴，因为骂我的同志，尤其我们这2个共同去打了那个，对，你们2个都是蓝白河框架外，然后呢，所以那就是开始骂我，而且我忍无可忍的时候，还不是骂游淑慧，是游淑慧是国民党的公知讲了什么话，你就骂游淑慧，我也不会发动了，随便啦，你骂了可是怎么样？他说你们国民党高层要注意舆情的发展这个孰不可忍，这个太可恶了，你知道吗？这个是，请问你蓝跟白是不是平行的，就平等的政党？这个孰不可忍，这个太可恶了，你知道吗？这个是，请问你蓝跟白是不是平行的，就平等的政党？那你是谁呀？黄国昌都不可以讲这个话，你知道吗？那你是个办公室小主任，你不是立委，你是一个助理，我跟你讲，比较大的助理而已，一个没有任何公职，连里长都不是的民众党的助理，叫陈志涵，可以说三道四，说叫我们高层是那个郑丽文还是尹乃菁要注意游淑慧的发言钟小平的发言，这个舆情要怎么走？你是谁啊？所以我骂他太皇太后，就在我们头上撒尿，你知道？一个小小的民众党的助理，这个你谁可以忍得住？我当然
开吃它嘛，这个很正常。而且啊，你当太皇太后以前呢，去看一看，先把钱赔一赔。那个门踢坏没有？我不晓得。这个说笑笑，不要太严肃啊，政治好。他们踢门吗？要见那位柯文哲吗？他就跟你说没有，没有踢上。他说没有，可是没告啊。没有告那个云林那个议员啊，那我就相信有嘛，好不好？因为没有告嘛，他不然没有的话早就告了。好，所以再拉回来，就是到底你们的纵深是什么？白的，我们现在讨论我们的路线，国民党蓝白要合，那合的基础是什么？还有，如果白继续下去的话，请问你得26%，你当然跟他合嘛，没合输了，对不对？2024，那后来变17%。那后来变10%，那现在是7%，那请问你变成4-5%的时候，蓝白合的票变多还变少？我用很市侩的功利主义来谈蓝的好处嘛你知道，接下来10%变5%的时候，请问你票投去哪里？可能不投，可能变中立选民，可能变民进党那一定投国民党吗？所以我觉得蓝白合是个大的理念的框架，也站在道理上。也站在政党的算计选票怎么样极大化，我认为都很重要。不过现在看起来，若芳你们怎么样看待？包括蓝白合里面，有人形容说脆弱的组合，当然3不5时有时候会出现一些互相对撕啊，像这样的一些情形。但是对白银来讲，尤其最近大家在讨论上，黄长天不是就是选战那天，新北开盘然后输了以后，当天晚上就要募款，然后募款1000万。这些募款为什么大家对他募款这么有意见？因为很少人是宣布不选，然后说要募款。因为像我们都是会觉得，我们要继续要宣布参选，然后开始募款嘛。一定都是你要有一些让大家觉得说我是要选正式的，那这样人家才会愿意要投资啊，要投资一个政治人物嘛。但是你是说我就是已经输了，我不选了啊，然后再来募款，这很奇怪，然后再来。你的募款方式很奇怪，因为你说他要帮这些民众党的小鸡们，就是48个，48个要募款，然后但是不是汇到，如果你讲公开透明好了，你的公开透明应该是直接请他们汇到个人的政治现金账户，因为这才是公开透明啊，因为你汇进去就会有这个金流嘛，要开收据嘛，这才是啊，而且你这48个，我相信连民众党自己的支持者可能都不知道他们的在地到底提了哪些人啊，名字叫不出来。像我现在可能只知道家乐福陈先生，然后林子宇嘛，最近比较红的林子宇嘛，我其他叫不出来。小平哥，你知道还有谁？吴亚伦，那个吃素的。我也只知道他姓吴而已啊。还有徐府徐府我大概知道，剩下你不知道有谁啊？你这很不尊重吴华华，吴宇轩呢？你的妈吉 ，sorry， 冤亲债主 ，sorry， 小皮叔，好，吴怡轩。可是重点是对一个你要真的要帮他们募款的，对我们来讲，就是你应该开直播，你可以请他们一个一个介绍来，这个才叫真募款。你用这个很迷样的募款方式，是你全部我通收。那这个就会变成说，像江河树讲的，这是一个不公平的。但是我觉得刚刚小平哥小平叔刚刚有讲到了，就是说，未来到底是歌还是输？因为他刚刚讲了他的那个提醒到了吴怡轩，所以应该是小平叔啊。那小平叔刚刚有讲到说，民众党现在从17%现在到7%，可未来会不会到人家讲的什么所谓的4%党嘛？其实你看，那这就是真的是国民党需要民众党吗？小平哥，小平叔是你需要民众党吗？还是真的在国民党里面就没那么需要了？所以你看，像现在可能小草会觉得说，现在是国民党需要民众党，可是如果一直这样下去的时候，会不会最后会变成说，国民党很多人像小平叔就会觉得，如果再下去，其实他们根本不需要民众党啊，他不需要民众党啊。那后面呢，这些小草们在看这样子的蓝白合的时候。现在蓝白合里面自己有讲到一个就是说，那白的是不是要自己走出一条路线，再走一条路线？那会不会在蓝白合？我不晓得啦。那反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只是我觉得说，在这一次的不管是募款，或者是民众党对外说他们要重大宣布一个未来的路线，原来是募款。我只是觉得这是一个很迷样的一个。政治政党啦。最近对民众党来讲，从包括李春秀开始一路以降，胜获之间有没有政党里面自己，你说像杨宝珍他们自己，大家有一些内部的一些局域，那胜获
对柯文哲、陈佩琪，因为柯文哲案子清华城两边都上诉嘛，这可以想象一定是这样。那但是对陈佩琪来讲的话，我不知道清华毛小孩那件事情，就是说你要其实要针对老公喊冤，帮老公喊冤是什么些正常，我觉得这都非常的正常。但是要去讲到赖清德总统的那只斑斑的狗那些的时候，其实某种程度就应该要注意一下这些事情啊。我觉得对陈佩琪来讲啊，他发那一篇文其实是应该是有意义的啦。那为什么这样讲？首先啊，我们是从客观数据上来看，就是说他那一篇的按赞数大概是超过1.1万个赞啊。OK， 好，虽然跟韩国瑜那个15万是不能比啦，但是以陈佩琪个人脸书来讲，那个超过1.1万这个赞数呢，其实它的浏览数大概也相当的高。那所以呢，你以数字来看它是高的。那第二个，以它的元素来讲呢，它里面呢有2个部分引起争议嘛。第一个部分就是他提到，就是说这个赖总统那一只就是那个斑斑。好，那谈到这个斑斑的部分，他用了几个字让大家很多网友呢一直去骂他。那他就是讲他说他是残障三脚狗。对，那这件事情当然让大家气翻了嘛，因为人家认为说就是这就斑斑呢这么努力的活下来，结果呢你还把残障这个字加在他身上，然后你还用三脚狗来形容他，所以对于很多这个家里有毛小孩的人或者喜欢动物的人来讲，这是没办法忍受的。可是你会发现，我来补充一小段，然后可是你会发现这样的争议呢，确实让他的声量讨论是变多的。再加上他同一篇文里面呢，他把自己穿泳装的照片也放上去，然后同时又 cue 到了就是说这个过去这1个礼拜的话题人物那个王立人所以他提到了王立人，然后又拿出了自己的泳装照。那当然这整件事情你会觉得这个莫名其妙，因为王立人那个是人家自己的生活啦。我说实话，那他在那个成人影音那个平台上面，他在做的这事情呢，那是他的正当职业。好，所以我说那件事情陈佩琪拿上来说，因为柯文哲去看了，然后所以他要秀出自己的泳装照，所以大家就觉得中间的逻辑根本莫名其妙。可是你知道前面去讲人家残障三脚狗莫名其妙，后面去秀泳装照莫名其妙，但那2个莫名其妙呢，就让他这一篇的浏览数增加很多。那为什么好？那回过讲，为什么我说他这个数字是有意义的？因为我前面应该有告诉过大家说，这个不是只有柯文哲声量要保温，陈佩琪的声量一样需要保温。因为对民众党来讲，手上有一张这个总统大选的门票，那张门票能用跟不能用，谁来用差很多。那一张门票一定给黄国昌用吗？柯文哲最信任的人一定是黄国昌吗？显然，相较于黄国昌，陈佩琪是他最信任的人嘛。能用跟不能用，谁来用差很多。那一张门票一定给黄国昌用吗？柯文哲最信任的人一定是黄国昌吗？显然，相较于黄国昌，陈佩琪是他最信任的人嘛。所以那一张门票，不管陈佩琪要选跟不要选，替他保留一个想象空间很重要。那如果要保留那个想象空间的话，那你当然要让他的声量跟媒体的曝光要保持在一定的温度上面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那个数字是有意义的。你看。陈佩琪呢？这个我们讲说，他跟柯文哲有些老的议题刷太多了之后，这个观众也会疲乏啦。所以你看他在帮柯文哲喊冤这件事情喊到后面，我把这几个红色圈起来，他的按赞数呢，从这个8000多，然后到5950，然后到3108，等于说你如果因为一般人是看不到他后台数字，但他当事人看得到，或者帮他有没有人帮他管理这个账号呢？这个要问他这个因为柯文哲的账号现在显然人家爆料说这个是就是陈自然他们在做管理的，那所以看得到后台数字的话，你至少知道说这篇文章的浏览数高跟不高，所以你从按赞数可以反映得出来，他这几篇呢看起来相对是低的，但是呢他最新的这一篇引发争议的这一篇到超过1.1万，它的浏览数字一定是高的啦，所以它这个作用呢是很明确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你可以看得出来陈佩琪这一篇呢，他把2个莫名其妙的元素都在一起了之后，让他讨论度增加很多，所以呢骂陈佩琪呢对于动保这件事情是一件事可是你去看陈佩琪在声量上被讨论又是一件事所以他相较就在过去这个礼拜发生的另外一件事，就是莫名其妙，就人家在选举柯文哲旁边的 C 位，你陈佩琪为什么要硬去凑那个头要露出来，然后说我就露出一个头好不好？那露出一个头好不好？那对于要选举呢，那选举人优先嘛，当然不好啊。但是对陈佩琪来讲，我露出来当然很重要，当然好啊。所以对于旁边要参选的人跟陈佩琪的来讲，心情是不一样的。但对陈佩琪来讲，露出这个头重不重要？在媒体上面当然重要，否则那个画面大家如果再去回顾的话，你会发现他头露出来的过程呢，第一很突兀，因为它是硬塞进去的。
第二，硬塞进去的过程里面，把旁边那个候选人的画面截掉一半，他只露出一半。那对那个候选人来讲，我要曝光啊，被你塞到只有一半，我连名字都看不清楚的话，那我到底是曝光什么？所以陈佩琪的动作呢，搭配他在脸书上的动作，声量跟新闻的曝光，你有没有发现两件事在一起？从昨天到今天，他这篇新闻讨论度高不高？很高。而且在不管是脆也好，还是脸书上面也好，光是在讨论那个残障三角狗这件事情，讨论度暴增啊。所以这就是我说，你在看似好像他是在抒发自己的心情，还有人在关心说陈佩琪会不会精神状况呢？需要大家去关心他。我说那个其实不是重点。对陈佩琪来讲，你如果看到他这些声量需要保温的，我们讲说政治上啊，不管他自己主观上觉得怎么样了，客观上来看，替陈佩琪保留一个未来有机会可以使用到那张总统门票的想象，这件事情可能才是最重要的事。OK， 小平其实是很爱毛小孩，你是？我以前是流浪动物之家基金会董事长。我们以前一年要募几千万，还要去养700只狗跟猫，其实很辛苦的哈。我要讲的是啊，政治蓝绿白无所谓，可是你要斗赖清德，你们夫妻就去斗。你怎么会用一个说什么号称残障三角狗去羞辱、去搞赖清德？我不是帮赖清德讲话，你要搞，你不要，你去弄他人跟人去斗，不要搞一个那个毛小孩出来。不，我们对我们爱国人士是孰可忍孰不可忍。哎，你晶片值了没？还没止，戴基金罚了15000。机关那个嘛，那个负责人，好，再拉回来。这个你也可以接受。他们真的很低劣、很粗俗，你知道这个党，你知道吗？你看一个陈佩琪还是女生呢，那一个那个李珍秀骂人是狗，那又要斗那个赖清德，又把那个人家很辛苦，赖清德养那只狗有爱心，他是。养3只脚的狗比养4只脚的狗更难养，更有爱心，对不对？我这样讲，当然，不，你真的很可恶，你知道？然后不能这样讲，一样有爱心啦，但是要付出更多心力，更有爱心，比他更有爱心。然后呢，那有些女生也很有爱心，有些女生要很喜欢那个帅哥，就是外貌协会。那有些女生养那个毛小孩也是很漂亮的，可有些很丑，她养的也一样喜欢。那女生真的有爱心嘛？好。我要讲一个爱心的故事，一个小人物，就是我的助理。他以前在大陆做事嘛，那时候大陆很冷，然后在雪地里面，他跟他太太就发现一只猫被捕兽夹弄断，就也是那变成三只脚的猫然后呢，他就把它养了在大陆。那后来他们就生意做得不好，就回台湾嘛那我以前的助理，那现在也当我助理。你知道他们不可以那个猫啊，不可以从大陆直接到台湾，要通过越南转来转去。那只猫也不是什么品种猫，也不是什么缅因猫，什么猫，花了10几万呢。把养的就很开心。而且那跟家人的感觉是一样的。对嘛？所以你看我一个小助理是这样，那一个大的中华民国第3夫人要选第3名嘛，那个陈佩琪是这样，然后用谴责人家那个狗3只脚残障笑人家，然后作为这个这个白绿恶斗的那个的武器，天壤之别。我觉得人不是植物怎样，而是善念，善心嘛，所以一看高下立判。OK， 都好。对柯文哲他们来讲的话，对他除了他也看娱乐新闻，也看社会新闻，对，所以他会去问那个陈佩琪有关于王立人的新闻这些。但是其他更应该关心的是他的那个金华城那案子，不是吗？当然了，因为金华这个案子，检方上诉，他上诉。因为上诉期限，而且检方押件上，然后反正摆明了就是讲那1500，检方就是要着重在那1500就对了。不，检察官你这上诉一定要把1500再抢回来。因为一审的时候被台北地方法院合议庭认为说这个150证据力不够。对，150本来就是重点，但是柯文哲的重点倒不是1500，因为1500要这个争执会争执很久。我倒是很诚心的。提醒柯文哲，他要小心的是中望基金会，那个太快了那个不能失手，对，2审就结束。普通背信，那个普通背信罪不能失手好，万一失手还有一件事情还可以救。万一失手没有办法跟黄国昌长相厮守，对不对？因为不是所有的普通背信罪都一定要坐牢。我就翻了很多案例有的时候法官会给你刚好6个月，就让你第一颗罚金，让你1颗所以对柯文哲来讲，你不要被北检的那个1500给误导了，你要守住的是你的背信罪。
第150很难定义。长工，你有意见吗？你眼睛这么大干嘛？对啊，我想150你搞不好10年以后，我都还没办法解决。看你被骂没有回嘴啊。然后我有被骂吗？有。不过，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柯文哲，我如果不是因为柯文哲，我还没有注意到王立人这个事情啊。所以柯文哲教我认识一个人啊，就叫王立人。但是对他们家来讲，我有一句话，你不要怪陈佩琪讲那个班的事情。我觉得他们家是无意识的。你知道他们很自然哦，就是比如说像选举的时候，陈自然就被他讲说比特权嘛。然后呢，他骂民进党的时候呢，常常讲说民进党就是放狗咬人，就后面的人出来，就是对他有批评的人，就说也是放狗咬人。讲赖香林幕僚的时候，对啊，就会不自觉讲这谁家的狗？管好他的狗。就是对他有批评的人，就说也是放狗咬人。讲赖香林幕僚的时候，对啊，就会不自觉讲这谁家的狗？管好他的狗。所以对他们来讲，这个是他们夫妻的生活的表现。他们本来就是这个样子。那你知道他们年纪都有了，你这个时候要他们这个年纪人再改很难，而且对陈佩琪来讲，他会获得这么多关注，他已经退休了，你知道吗？能够有那么多人关心他，哪怕你是骂他，陈佩琪他们搞不好我都很高兴的。那唯一的困难，我会像刚才青王讲一下，就人家其他人是有要选举的，那你抢镜头要有一点，我觉得有点没有社会化。就如果你对社会了解的人就知道，这时候该站在什么位置，刚刚好又可以看到，又不会妨碍到人家主角，好不好？人家是找你老公来帮忙的。但庄小现在看起来的话，刚讲其实前面讨论的大家会想到的是年底2026胜或会不会有2028的问题。蓝绿事件好，新北看起来的话，那蓝白之间尘埃落定，然后接下来李顺安出征。但对黄国昌来讲，他那天直播不是讲，其实他很想在新北他很想在年底战一场，只是找不到适合他的一些的战场。然后你接下来看到他们在每一个地方对他们各自阵营里面，我也不知道他要守新北、攻高雄，他是要帮柯志恩，还是柯志恩有主动跟大家讲说你来帮我的这些忙？白银在这一仗里头，你觉得他会扮演什么一些角色？黄国昌、柯文哲在蓝白河的大舵之下，他们是能够帮忙很多吗？基本上蓝白河已经不存在了。什么意思？因为我们有很多时候是一个势嘛，而这个势是当你到了7%的时候，其实你说7%，那还是支持者支持度，那真的是有选票吗？会出来吗？加上你的提名，所以最后呢，通常我们看到，当你走到这边的时候，其实投票那一天哦，国民党根本不在乎，因为最后投票的时候就是集中了，所以为什么小平他们这个时候根本就没那么 care，因为不重要了，因为投票的时候，当你7%的时候，其实那就是蓝商啊，其实不重要。你觉得实质泡沫化了吗？就实质泡沫化了。当你7%的时候，你又没有一个可以引起讨论，可以有一个在将来真正进到选举白热化的时候，里面你根本没有一个人选，因为有讨论的就是黄国昌，当然我们知道还有一些案子嘛，到现在北检还没动嘛，对不对？就是那个他已经不是立委了，但是还没。那柯文哲就是那样子，但是柯文哲你讲来讲去，因为已经有1审了，所以也不会有什么太多的那个。然后陈佩琪当这个动物都出来了，当他的那个泳装都出来了，你说他还能够有什么？其实你要从选举里面来讲，这叫做所有的就是川普讲的没有牌了。所以没有牌之后，然后接下来就是蓝绿对决，蓝绿对就回到蓝绿嘛。那回到蓝绿之后，你就看到谁是这个主要人物，而这个主要人物呢，不会是你黄国昌再有什么动作，你骑脚踏车也没有用。然后怎么样？就是第一个有可能的是万安对上那个陈柏阳，因为沈柏阳的话题性会强，所以那个会变成是一个比较主要的，反而就把焦点会集中回到台北市。然后这个台北市里面呢，当然了，这个万安对柏阳之后，那后面的话，那整个如果都变到那边去的时候，国民党其实有隐忧，
就是李四川更边缘化。你讲的边缘不是我讲的。一半，选情五五坡，五五坡。那倒带一下，边缘确实是你讲的，你们误解我，我们都有听到。你们两个玄冥二老，你们误解我，搞我。所以李四川会更没有话题性。那更没有话题性，就他的选票除了那个资深的公民之外，更没有扩张性。然后台中王文章为什么在那个民调？他说他看到民调数字，然后就讲说，哎，他在60岁以上，就是好了，讲白话一点，等于60岁以上真的鼠嘎腾口那种。但是表示他20、30，他其实赢很多，赢了。他就是要告诉大家，李四川没有年轻票。不是，他就是因为李四川确实没有年轻票。对，但你也不要你来讲嘛。那现在是蓝白合啦，你已经说蓝白合，那这时候就不要讲了。说吉祥话嘛，对不对？对不对？对呀。那就是他也心里知道蓝白不会合了嘛，因为要合是你还有筹码嘛。你没有筹码的时候，其实没有下波斯坦宣言就已经不错了，对不对？无条件投降宣言了啦，没有下这波斯坦宣言就代表着小平他们还厚道，对不对？还算厚道，所以白已经没有了。但是白没有之后，后面的局里面呢，变得比较麻烦，就回到最前面。你蒋万安，你怎么处理郑丽文风暴？季连林风暴？蒋万安要去处理他吗？因为国民党的选民，还是他这时候就干脆按兵不动？不是，蒋万安这就是远离风暴，远离风暴。他蒋万安现在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2028有别人选，他就等2032。我是说这状况，蒋万安他自己没办法回应。但是台北市的选民对这种议题反应是最高比例的，对这种状况，所以蒋万安会不会受到作用那个波及，那个裙带效应会不会打到蒋万安？蒋万安这就是远离风暴，远离风暴。他蒋万安现在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2028有别人选，他就等2032。我是说这状况，蒋万安他自己没办法回应。但是台北市的选民对这种议题反应是最高比例的，对这种状况，所以蒋万安会不会受到作用那个波及，那个裙带效应？会不会打到蒋万安？少点红台不会。对，这个是蒋万安的问题。所以其实整个局里面，接下来就是民进党，当然民进党有民进党问题啊。民进党提名这么多的时候，你看不出，这是第一次我没看到民进党整场选举啊 ，OK， 没有主轴，没有主角，这是民进党问题。但是国民党的问题是太混乱 ，OK。而至于民众党，真的说实话，最后投票你就知道，上次柯文哲是市长，黄珊珊在台北市，全台湾议员是要4%，那个时候还20几%哦，那现在只有7%，还在乎吗 ？OK， 张公，最后1分钟，请问一下，国民党彰化呢？谢依凤最近都已经喊话喊到，就是请正视他是最强的候选人，然后民调从来没有过叫家庭民调，所有这些词都喊出来了。那最后呢？最后国民党依然走征召，一定是魏平正的。他现在就是那就魏平正了吗？一定是。如果走征召的话，魏平正的机会应该是最大。虽然王惠美有提到刘和然但刘和然几乎不要啊。对啊，对，刘和然是之前ABCD， 然后大家都觉得 ABCD 有太多做不到，就说他有。大家找他嘛，当然你要找你不愿意，你就设了很多条件，说如果这样，如果这样，如果这样出来。但是它里面的设定的条件就有做不到的事嘛，就等于说没意愿嘛，好，软钉子给他。然后当然柯震榜跟洪荣章这2位，这个党内就一直认为抵抗力很弱的，就不用顾虑嘛，好。然后唯一顾虑一个谢依凤，其实谢依凤，其实党中央也没什么再顾虑了啦。好，就是说过去要顾虑一下，现在其实你注意看，党中央有去回应谢依凤什么事吗？好像都没有，都没有在回应什么事，所以基本上路线就是因为王惠美希望郑丽文稍微演一演，等他回来谈嘛，不然的话，那个中常会早就征召魏平正了。那如果这样发展下去的结果，年底这一仗彰化第7都。100多万人口对国民党来讲，会不会处于一个不利的状态？处于不利，
现在就已经不利了。你给人家一点希望嘛。现在就已经不利了啊。其实彰化看似简单，其实也很复杂。你说南彰北彰各有有线电视的投资者，背后又有各种行业的领军者，比如说你北彰的电视可能就有水五金里面的重那一个要角在里面啊，然后另外的就谢家的电视台，你想一下，南彰北彰彰化2大电视台有1家是掌握在谢家手上，那地方电视台那个宣传上播，你说掌握的不在谢家，却不在谢一凤手上，那所以它的复杂度虽然高，但是你说现阶段他们也没人可选。OK， 因为黄荣章跟那个柯承访是确定党中央不考虑。那谢依凤是家庭的因素，党中央也不想再回忆谢依凤。OK。那现在走向大概都还是未平正的方向在走。未来这几局，那对各政党之间一定都是兵家必争之地。那刚才前面所讲的，包括从军购一路以上谈到这些，那未来2026会呈现怎么样？胜或会直接间接影响到2028吗？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新闻妹子妹，我们下周见，拜拜。